在魔尊清离附身到妖族阿九身上，且阿九的身体毁了大泽山时，在华叔说他受古镜吩咐要对阿阴降7道天雷惩罚他的时候，阿阴是没有质疑华叔的。那时候的他对古镜是失望又怨恨的，所以他才会在受完华叔的6道天雷后，报复性的要求再受古镜的7道9天玄雷，最后魂飞魄散，徒留古镜一世悔恨。我要你看着我灰飞烟灭。阿阴放走阿九，导致大泽山毁灭。不管真相如何，在众仙的威逼下，古镜下了这样的惩罚。大泽山女君阿阴私放9尾狐妖弘毅，即日起被禁凤栖宫，半月后剔除仙骨，剥除仙籍，禁足青池宫，不得再入仙妖2界。剔除仙骨，剥除仙籍，这样的惩罚不可谓不重。而青池宫是上古神君在下界的殿宇，无人敢闯，把阿阴禁足在青池宫，这是变相保了阿阴一条命。在古镜的计划里，阿阴曾经在紫月山服了3火炼制的化神丹，他已经跃为上君巅峰，7道玄雷受下来，即使剥除了仙籍，他也只是损了一半修为而已，与性命无碍。而把他禁在青池宫，是要把他脱离一切纷争，仙妖2界都不能再找他麻烦，他是在保他护他。但是古镜并不知道，对于阿阴来说，剔他仙骨，剥他仙籍，这样重的刑罚付诸在他身上，这是古镜不信他不护他的表现。他已经一次次跟他说，阿九是因为被魔尊附体才会做出毁灭大泽山的行径，如果处死阿九，真相就无法再查，真正犯下罪孽的是魔尊，不是阿九。可是古镜对他的说法置之不理，一心要处置阿九。其实最让阿阴失去希望的，不是自己要被他剔仙骨剥仙籍，而是古镜抱他回青池宫时和他说的话。在古镜要踏出殿门的那一刹那，阿阴着急的这样问他，那你呢？你把我禁在青池宫，你呢？而古镜是怎么回答他的？他说，我身负神责，自然要留在天宫，青池宫我不会再回去了。古镜根本不知道他的这段话给了阿阴最致命的一击。在阿阴的理解里，他和他永远不能在一起了，以前不能，以后也不能了。而且在他深陷困局最需要他信任的时候，他却选择弃他而去。那时的阿阴心底已经一片荒凉，所以在他从华叔口中得知华叔是古镜定下的行刑之人时，阿阴是悲愤交加的。他大声朝华叔喊道，7道天雷可除仙骨，受了你的刑，我就再也不欠仙族。华叔，你有多少本事，尽管使出来。所以在受古镜的7道玄雷之前，阿阴已经受了华叔的6道天雷，他没有把这一切都告诉古镜。在古镜最后1道玄雷劈下来的时候，阿阴一寸寸化为飞灰。他选择这样的方式消失在古镜面前，何尝不是对古镜最狠的报复呢？看着心爱的人一点点消失，看着自己的无能为力，古镜一生都会愧疚悔恨，因为活着的人虽生若死，亦不如死。我要让你孤独等待1000年。阿阴在鬼界轮回转世的时候，曾经在修岩的水镜中见过古镜。作为一个投胎女鬼，阿阴早已经忘记了古镜，但只此一眼，古镜的音容冷峻便刻在了阿阴的心底。白衣玉冠，锦绣容颜，都不及他眼中淡漠的寂灭的瞳色让人震撼。极深又好像极浅，盛满世间又仿似毫不留念，矛盾的让人难以直视。阿阴轮回转世1000年，每一世的记忆他都记得，但是在他决定要修岩帮他封住那1000年的记忆，当修岩问他还有什么遗憾的事时，他忆起的是500年前在水镜中见到的那个予以夺去白衣少年。于是他问修岩，修岩，我当年忘了问500年前的那个普烟上君，他爱上的女仙君叫什么名字？可惜当修岩说出阿阴2个字时，女鬼阿阴便一脚踩空就跌进了忘川里，而他一直以为修岩是叫他的名字，而不是回答他的问题。其实在1000年前，阿阴被剔仙骨除仙籍，灰飞烟灭，成为女鬼后，古镜就从此隐居在青池宫，自号普烟，不问世事。但有一件事始终是他的执念，那就是每年阿阴忌日前后，古阴都会出现在鬼界，祈求寻得阿阴一丝半丝的魂魄。他每一次都恳求鬼王修岩的帮助，但修岩从没有告诉他阿阴的下落。如阿阴死前所想，古镜得到了他想要的惩罚。这1000年来，他愧疚、悔恨、孤独，行尸走肉般踽踽独行。他杀了自己心爱的女人，活着的人比死去的人更痛苦，更无法放下心结。我要你看着我对你冷心冷情。
跌进忘川里的阿英，后来是在镇魂塔里睁开眼的凤隐。他带着所有的记忆涅槃归来，一降世变半神。他还是那个阿英，但他不再是那个阿英了。对于和古静的那一段感情，对于现在的凤隐来说，只不过是一段露水情缘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他已经走过几十次奈何桥了。所以在鬼界，当修言调戏他，你历劫归来就不去叙旧吗？凤隐当场就肆无忌惮回答：叙旧，陛下，这你可为难我了。我轮回的次数2只手都数不过来，这满天下都是我的故人，你让我去和谁叙旧啊？你说说，我这每世都有几个得意称心的人，寻了谁回来都不妥当，都寻回来那也不妥当啊。凤隐是故意的，因为他知道古静就躲在石碑后看着他和修言，他就是要他痛，他就是要让他知道，他其实和他遇到的其他人一样，他没什么特别，没什么重要的，他只是他那么多历劫中的一段情。凤隐犹觉不解恨，他继续这样补刀。再说了，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和人了，我做我的凤凰逍遥自乐，还去寻那个晦气见那些故人做什么呢？如凤隐所愿，还没听完他和修言说的话，古静忍不住离开，才出了鬼界界门，他就一口鲜血吐了出来。古静是怎么都没有想到过，他苦苦寻找1000年的阿英，却是连一面都不想和他见的。他谈论他就像谈论一个陌生人一样，语气又是那样的厌烦。所以当长雀问古静为什么不和阿英相认时，古静是既苦涩又悲凉的这样回答的：长雀，我今日才知道，我或许只是他千载岁月里微不足道的一个过客，和他没事遇见的人没什么区别。我能跟他说什么呢？报复一个人不是让他看见你为他愁为他悲为他念念不忘，而是把他当做一个陌生人，毫不在乎毫不关心。阿英是懂得怎样报复古静的，他哪里痛他就戳哪里。他对修言寥寥的几句话，他对古静冷心冷情的态度，就已经让古静伤了魂脉，比1000年前等待阿英归来的那个古静更显孤寂冷清。